起床了，太阳都晒到屁股了。今天去商丘一日游，这里是食品街，昨晚住在食品街。咱们先到商丘站坐个公交去商丘古城转转。商丘是河南的一个地级市，下辖9个区县，这里的历史文化也是相当的悠久。最早的城建史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，这里曾是商族人的发源地，被后人称为商丘。咱们平时用的很多词语、成语都是源自这里，比如商人、商业、商品，还有什么钻木取火、朝三暮四、朝秦暮楚、守株待兔、取长补短、揠苗助长、墨守成规等等。下车了，公交车直接坐到了古城北门，城外是超大的护城河，准确的说应该叫做湖，防御效果更强。咱们进城转转。商丘古城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，现存的是明代建的归德府城。这个是北门，城墙保护的还是挺好。在这个古城之前，这里有过6座城池：周朝时期的宋国都城，秦汉时期梁国的都城睢阳城，隋唐时期宋州治所宋城，北宋时期应天府南京城，最后一个元朝时期的归德府城。感觉古城里面已经没有太多的老建筑了，原住民也没有了，街道上异常冷清，但是中轴线上的店铺还是挺多的。咱们简单的逛一下，感受一下古城的魅力。这里面有个侯方域故居，侯方域是明末的一个散文家，明末4公子之一，清代名剧《桃花扇》的原型。就除了那条主干道，其他路上一个人没有，店铺基本都是关门的。这些房子应该已经没有人住了，整个一个空城。这是一座基督教堂，1910年加拿大基督教牧师建的。基督教堂这个周边全荒废了。这一间是六宗祠，供奉在唐朝安史之乱里面保卫睢阳城牺牲的6个将领的。这个房子挺有历史，也挺特别的。另外2层里面是纯木结构古代的房子，然后外面又砌了一道墙，古今在这里重叠。这个是归德府城隍庙，门关着。这里来到了天主堂，1924年西班牙传教士修建。这里到了归德府衙，金代设立，民国废除，运行了有800年，是豫东地区的最高行政机构。归德府文庙，元代创立，这个里面不大，就2间房。文庙就是古代祭奠孔子的庙宇，兼具官办学堂，一般都是前庙后学，这里面是左庙右学。这个是陈家大院，侯方域上门女婿陈宗实的家，有了180多年历史了。这里还有一栋没有修复的，用玻璃罩起来了。这里到了古城的东门，就南北门城楼被修复了，东西上面没有城楼。
天气很热，这里面很破，不值得大家专门来一趟。顺路可以。这个房子是参将府，清代朝廷在归德驻军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个废弃厂房。民国时期这里被改成了商丘中学、商丘第二高中，解放后这一带被盖成了商丘针织内衣厂，这应该就是内衣厂的厂房吧。这是个废弃厂房，看看屋顶还是木头的，纯木结构。这两个房子是最有历史的一个，叫做张南风司令部。张南风是国民党以及汪伪政府的一个将领。商丘沦陷的时候，张南风的总司令部就设置在这里，融合了中西元素的一个小楼。这是一个钟楼，当年商丘中学的钟楼，见证了商丘近现代最高学府的变迁。基本上就逛完了，这里到南门了，南门叫做拱阳门。这个洞里面是真凉快啊，风很大。这个护城河挖的是真大，外面还有什么张巡祠、忠烈亭、应天书院、文雅台，时间多的话都可以去看看。好了，古城逛完了，咱们再去一下永城市，坐一路去商丘站。商丘站很特别啊，分为南北站房。南边是老的火车站，北边是新建的高铁站。G 开头的在北边坐，其他都在南边。去永城只有高铁，咱们得到北边去啊！尴尬的事情来了，从站内是不可以过去的，得从外面绕，并且还挺远的。为了解决这个痛点，还特地开通了一个19路公交南北广场通勤车。上了19路了，这么近还搞个公交车，票价1块钱，相当人性化，坐的人好多。这应该算是我坐的最短的一个公交车。最后再看一看商丘的城市风貌。这车还挺不错的，不是送到马路边，直接送到2楼平台上。从商丘坐到永城北站41块钱，半个小时到达。这个车站搞得还挺好，护栏都装上了，护栏上还有电子屏，车辆信息都有。最主要的是上面有站台提醒，比地上的那个各种颜色的标强多了。硬座专业户也是好起来了。今天坐上这么高级的车了。这里到了砀山南站，这是安徽宿州的一个县城，这一带是4省交界处，很神奇啊，几个省来回穿梭。同志们，到了永城北了，哎，还要坐公交。看一下，这个车站很偏僻，还是上海局的一个车站。这里距离市区很远，有30多公里。但是我不去市区，去芒砀山，距离这里很近，只有5-6公里。市区还分新城和老城。这个大车走高速10块钱去新城，前面还有一个小车去老城的，是那个传统的公交，从下面走的，坐这个就可以了。这里到了芒山镇，永城市是商丘代管县级市，隋代始置永城县。这里是汉兴之地，刘邦在这里斩蛇起义，西汉梁国8代9王被埋葬在这里。今天不早了，明天咱们再去看。这是在镇上订的宾馆，44块钱，还不错。早上好，今天我们芒砀山一日游，还是个5A级呢，应该好玩吧？这里在什么地方？芒山老街。现在正在通往芒山的路上，我到了，这里面挺好的，看一下，大汉的农兴之地，还有汉墓，还有斩蛇处。票买好了，2个景点，88块，带表演啊！我不爱看表演，
芒砀山都不高，是个小山群，有10多个山峰，景区也是分散在各个山上。看了一下地图，差不多有7个景点，一日游的话逛3、4个就可以了。这里是第一站汉梁王陵，有魔毯可以坐，买一个魔毯票就可以上去了。第一个梁孝王王后陵，一共是3陵。梁国是西汉时期很强的诸侯国，都城就设在商丘，他们也都是姓刘，从梁王刘武开始，历经8代9王，都选择埋葬在了芒砀山，因为这里是农兴之地，刘邦起义的地方。在众多的墓葬中，已开发的3座都是大型石室陵墓。咱们参观的第一座，梁孝王夫人拟王后的地宫，进来之后超级凉快，这里面有1600个平方，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石崖墓，里面跟皇宫一样，包括东宫、西宫2个主室，还有34个储藏室。在那个年代肯定是纯人工打造的，工程量浩大，而且它的石壁都很平整，很难想象。这一间是储兵室，储藏冰块的地方，这生活也太奢靡了。这里面全是铜钱，用绳子串好的，摆放的整整齐齐。这条道叫做相思道，西汉流行义血合葬，这是通往梁王墓的一条道，实际上是不通的，主要表达了2个人的恩爱。一共有2个门呢，这是后门，甬道边上摆放了很多石块，这些叫做塞石，是用来封堵墓道的，不让别人进来。最重的有1.5吨，最轻的也有700、800斤。王后逛完了，现在我们去梁王墓，里面是真凉快，16度。到了梁孝王陵了，距离王后陵200米，陵墓外面有室外的遗址，相当的恢宏。梁孝王刘武身份还是比较特殊的，汉武帝的孙子，汉文帝的儿子，汉景帝的同母兄弟，再加上窦太后宠爱，平定7国之乱，封地也是中原最好的一块，所以规格特别的高。都知道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所以被人盯上了。谁呢？曹操。曹操在东汉末年就把这个墓给盗了，洗劫一空。宋代就已经成为景点了，随便进出。在《史记·梁孝王世家》里面就有记载了，他府里的黄金40余万斤。梁孝王墓里面的规格和他的夫人差不多，面积小了一点。这个甬道凿的真没话说，整齐划一，这水平也太高了。这外面的风景也不错啊，有山有水。现在到了最后一站了，梁贡王。梁贡王是梁孝王的长子，叫做刘买，挖在他老爸隔壁的一座山上。这个墓就小多了，但是没有被盗，出土了很多宝贝。甬道里面也有很多塞石。这个墓里面出土了1万多件车马器，40多件骑兵俑、仕女俑，铜钱200多万枚，重量有5.5吨。墓里面还有厕所呢，看呀，像不像抽水马桶？有便池，还有扶手，可以说中国最早的坐便器。汉墓就这样参观完了，吃个中午饭，上完了咱们再去刘邦斩蛇处。票里面包含了这个汉宫剧场，里面有表演，然后直走还有一个汉风瓷运展，一个展览，但时间有限就不去了，直接去捉蛇处、斩蛇处啊！出来了，太热了，明年夏天一定要去凉快的地方，不能再这么干了。走路去斩蛇处2公里呢，但是这里有观光车的，看到了没有？可以坐观光车去。往东边走2.8公里，还有一个西山，西周宋国宋僖公埋葬的地方。太远了，根本走不动。这么多地方呢，好好逛一下，根本逛不完啊！到了汉兴园，这上面写着汉兴园，大汉兴福之地。刘邦当年斩蛇就是在这个地方，《史记》里面有记载。这可能是一个真实事件，也有可能是刘邦塑造的。秦末的刘邦是个小小的泗水亭长，押送一帮民夫去修秦始皇陵，民夫都跑了，他就躲在芒砀山，机缘巧合在这里杀了一条蛇。后面又有了赤弟子斩白弟子的传说，刘邦是赤帝的儿子，蛇是白帝的儿子，他们都是神话里的帝王，合理的塑造了刘邦天子的形象。其实这里也没什么好看的，就一块石碑，就在前面这个亭子里面。
这是一块复刻的明代隆庆5年的石碑，上面记载着汉高祖斩蛇的过程。这是原碑，残破不堪。斩蛇树的后面就是芒砀山的主峰赤地峰，山顶有一尊刘邦铜像，大汉雄风，不是很高，太热了，根本就不想爬。然后还有芒砀山地质公园，孔子当年避过雨的夫子山，秦末农民起义陈胜的墓园，喜欢的都可以去逛一下。那么咱们此次的商丘游就结束了，现在去高铁站。就玩到这里了，太热了，简单的玩2天，下个月再玩。现在到了永城北站，坐车回家了。下个月去福建，下个月再见，感谢关注。